S-400在乌克兰获得了第一滴血，苏27在150公里外被该型导弹武器系统击落。这个世界之最含金量有多高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少。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俄罗斯的 S-400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在基辅附近的上空击落了一架乌克兰空军的苏27战斗机。据相关媒体报道，这次击落发生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开始的第二天。当时，乌克兰空军虽然遭到了一些损失，但是呢，由于俄罗斯导弹的攻击密度不高，还有一些战机是可以升空作战的。于是呢，一架保持完好的乌克兰空军的苏27战斗机呢，升空，在基辅附近进行巡逻作战。结果呢，没想到遭到了厄运。当时，俄军的 S-400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并没有部署在乌克兰的领土上。我们知道 S-400他们的射程很远，据说呢能够击中400公里外的目标，但是它的车辆多，移动不方便，就把 S-400这种非常先进的防空武器系统大规模的移到乌克兰的领土上。那么它是从哪儿发射并且击落了苏27的呢？有媒体报道说，这次发射是从乌克兰的邻国白俄罗斯领土上实施的。那么从白俄罗斯发射的导弹怎么能够击中基辅上空的飞机？这个呢，应该说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基辅离白俄罗斯的边境比较近，如果在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配备 S-400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基辅地区上空。这次防空交战，乌克兰空军可以说遭到了重大损失。驾驶这架战斗机的飞行员奥克桑琴科上校，这名上校驾驶经验非常丰富，他是乌克兰飞行表演队的一个王牌飞行员。很多西方媒体都对这名飞行员非常熟悉，因为他经常驾驶苏27战斗机在各个航展上进行飞行表演。但是很可惜，开战没2天，他就被击落而牺牲了。奥克桑琴科被乌克兰总统追授为乌克兰英雄称号。这次防空作战最引人注目的是 S-400首次在150公里外击中空中的目标，其杀伤力创下了地面防空导弹击落敌机最远射程的世界纪录。但是我们知道，这还不是 S-400最远的拦截距离。它之所以叫400，是因为俄罗斯方面宣称，该型远程导弹武器系统它的最远拦截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实际上，该型导弹武器系统除了配备的40N6导弹的射程比较远以外，它还是一个混编式的或者是组合式的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既能够打远端的目标，也能打中距离的目标，当然也可以拦截近距离的目标。它最广泛使用的导弹不是射程达到400公里的40NG，而是48NG，而48NG的最远拦截距离大概是250公里。因此，这次 S-400拦截苏27的战斗，我们现在还不能判定它用的是哪种导弹，到底是40NG呢，还是48NG？因为这2种导弹都可以攻击150公里以外的目标。那么有媒体根据俄罗斯的媒体透露，说中国空军现在已经完成了 S-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试射。从相关的报道来看， S-400所发射的防空导弹能够以每秒3000米的速度攻击250公里处的一个目标，从而凸显出它的远程拦截能力。而最大速度达到3000米秒，那么这个指标可以说已经相当于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音速的9倍。对于一款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来说，这个指标似乎过于偏高。实际上，它除了能够打常规的空气动力目标以外，就是包括飞机啊、直升机啊、巡航导弹啊等等，它还能够拦截弹道导弹。该型武器系统能够同时以多达80个空中目标交战能力，甚至呢
能够拦截隐身目标。苏27战斗机虽然具有出色的飞行能力，但是呢，由于它缺乏电子对抗措施和隐身能力，因此很容易遭到攻击。该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相对比较大，也是它在150公里外被敌方发现并拦截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说到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目前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国家可能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因为我们国家开发的红旗9系列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也可以对150公里外的敌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那么 S400加红旗9以及我们国家的其他红旗系列的导弹武器系统，就可以构筑一个完整的地面防空网。这个防空网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陆地领空的安全，它也可以保卫我们国家近海甚至远海的相关目标。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